这座老建筑依山傍水，远离市区，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数不胜数。如今房子被泰德夫妇买下，女主人丹妮最近一段时间正在忙着翻修房子。她的妹妹达西认为老房子里都会有不该定的东西，于是叮嘱女人带上一部相机，并设置成定时拍照，如果拍到什么异常也可以及早处理。由于还没有来得及安装信号接收器，所以只有在2楼的角落里手机才有信号。女人给正在上班的丈夫打去电话，眼看天色已经变晚，男人却还要留在医院里值夜班，明知道回去也是一个人独守空房，女人索性不回去了，想在这里凑合一晚，却不知正是这个决定将让其后悔终生。 Okay. I love you. Love you.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，丹尼又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。他外出去车上拿东西的时候没有关门，结果刚刚回来就听到外面有脚步声。3更半夜荒郊野岭能会是谁呢？思虑片刻后，女人还是决定一探究竟。她首先小心翼翼地将房门反锁，果然有个头戴帽衫的独眼男人站在门外，对方声称刚刚看到他出门时有人偷偷溜了进去。女人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，来不及解释太多，她让丹尼赶快开门，让自己进去帮她检查一番。女人怎么可能轻易相信一个陌生人的话？她还敷衍地朝着旁边询问了一句 Is there someone here? 看女人不肯相信自己，男人愤怒地用力拍打着房门。 Just open the door. I'm trying to help you. 而此举更让丹尼怀疑他是图谋不轨，警告男人如果再不离开他就马上报警。岂料男人不但没有害怕，反而支持这个做法，这下反倒给丹尼整得一头雾水。1楼根本没有信号，他只能谎称把手机落在了车上。对方笃定的眼神和焦急的神色并不像是说谎，女人也害怕家里真的进来了外人，于是半信半疑的准备过去开门。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很快打破了夜晚的宁静，独眼男人被当成了头号嫌疑犯，缉捕归案，但由于缺少实质性的证据，最终被无罪释放。这天晚上，独眼男人的邻居正在家里画画，门外的撞击声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好像还伴随有推搡打斗的声音。男人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，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恐怖的场景，回房后竟然被吓得直接钻到了床底，紧接着房门被缓缓打开，男人捂住嘴巴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直到外面彻底没有了动静才敢出来查看。只见对面独眼邻居家的房门大开，男人胆战心惊走了过去，从血泊之中捡起了邻居的一眼片，而地上躺着的独眼男人早已血肉模糊。时间很快来到了1年以后，镜头给到丹尼的双胞胎妹妹达西。达西是一位盲人，经营着母亲留下的一家灵异物品古董店。这天姐夫泰德上门拜访，女人急忙热情地迎了上去，还提醒泰德不要乱碰店里的东西，那些带有诅咒的物品诡异异常，稍有不慎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就比如女人手上的铃铛，有个服务员意外踩死酒店，亡魂也因此附着在了他最常用的8台铃铛上。如果有人不小心按响了铃铛，亡魂马上就会出现，直至爱灵之人身亡。身为医生的泰德对此嗤之以鼻，但对于女人怪异的行为，他早就习以为常。男人此次前来是要带给达西一件东西，独眼男人戴的那只一眼，他知道女人一直想得到这个东西。 Why do you want it? He took my sister's life. I want to see what was going through his mind when he was dying. 男人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达西，急忙找了个借口就要离开。临走前他说房子已经装修完毕，邀请达西过去做客，顺便认识一下他的新女友安娜。直到这时达西才知道男人另结新欢。 Maybe. 随后两人互相道别，达西虽为盲人却继承了母亲的通灵术，他能通过死者遗物窥探其生前重要记忆。接触到假眼的瞬间，女人看到了当时的真相。达西清楚地看到姐姐并非独眼所杀，而是另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男人。达西看到真相后无比愤怒，既然已经锁定了杀害姐姐的真凶，达西便决定用最残酷的手段将凶手折磨致死。他走进一个木箱，慢慢地跪了下去，似乎里面装着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。那是一具风干的人类骸骨。达西解释说这是珍贵的家传宝物，想送给泰德和安娜作为他们的新婚贺礼。泰德对神神叨叨的小姨子见怪不怪，随后就以上班为由匆匆离开了家里。泰德来到办公室，他总感觉那具恐怖的骸骨似曾相识。思考片刻后，他找到了一位病人的资料，这位病人就是独眼男人的邻居。他把那天晚上看到的内容画了下来，其中就有那具恐怖的骸骨以及独眼男人死时的真实场景。泰德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自然搞不清楚，只是看着那副恐怖的画像一脸茫然。镜头再次回到安娜这边，她一刻也不愿意在家里多待，收拾好行李后准备直接离开，却猛然发现箱子里的东西不知何时被摆上了餐桌。本以为是达西有意为之，不料达西却说对方是自己从箱子里爬了出来。看女人如此不可理喻，气得安娜当即就要离开，可来到门口才发现自己的车钥匙不见了。 Have you seen my keys? 可能是觉得问一个盲人这样的问题不太礼貌，安娜只能去车里看看，可来来回回找了好几遍，始终没有找到。安娜无奈只能选择继续留下来过夜。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达西的计谋，当初他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操控干尸，害死了独眼男人。当得知真相后，达西追悔莫及，现在他又怀疑是泰德和安娜联手害死了姐姐。 How long have you and Ted known each other?
通过两人的对话得知，安娜原本是一家医药公司的销售代表，因为工作的原因与泰德频繁接触，但两人是在丹尼死后才确立的恋爱关系。达西并没有轻信女人的一面之词，他先是向对方坦白了自己会通灵术的事情，随后又给安娜讲述了姐姐被杀那晚的真实情况。当时丹尼并没有给独眼男人开门，男人也意识到了女人根本不相信自己，于是他让女人站在门口保持警惕，万一屋里有动静了，可以第一时间冲出去逃命，自己则出去想办法帮忙报警。男人离开后，丹尼仍然心有余悸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架在一旁的数码相机，由于相机设置了定时拍照功能，丹尼急忙拿起相机缩回帐篷里仔细查看，不料竟然真的拍到了一个头戴面具的诡异身影。女人顿时被吓得瑟瑟发抖，不知所措。她强装镇定，想要悄无声息溜出去逃命，没想到面具男早已在外等候多时，随时准备享受猎杀时带来的快感。镜头一转，来到了医院的值班室。此时泰德正在忙着与一名护工下棋，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起，原来是安娜趁着达西睡着打给了他。女人先是抱怨自己找不到车钥匙，无奈留在了房子里，随后又告诉泰德一个更加劲爆的信息，达西说杀害他姐姐的人就是医院里的男护工，也就是刚才与泰德一起下棋的那个人。 She said, not Ivan killed Danny. 不料男人听到后表现得异常平静，反而劝说安娜不要轻易相信一个神婆说的话，并表示自己会尽快赶回去处理一切。听说男人要回来，女人顿时心安了不少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女人以为看花了眼，再次小心翼翼向下看去，尸体竟又诡异地恢复了之前的端坐姿态。眼看此时的达西仍在熟睡，安娜决定近距离研究一下该尸的内部构造。此物虽然看上去惟妙惟肖，如同一具人类的尸体，但其全身都是由木头雕刻然后拼装而成。安娜发现木头人的头顶上有5个均匀分布的小孔，而且里面似乎还装着什么东西。好奇的安娜找来镊子一一取出来查看，一小瓶血液，一缕头发，一颗牙齿，像极了某种邪恶的祭祀用品。 Put them back now. 虽不知身为盲人的达西为何能察觉得到，但安娜还是乖乖将所有东西放回了原处，随后告别达西上楼休息去了。没想到他刚刚离开，达西就坐到了木偶人的对面，并摆出了与之一样的姿势，似乎某种神秘的仪式即将开始。女人无聊地躺在床上翻看相机里的照片，不料下一秒，相机被扔到地上，无意中开启了拍照模式。女人被吓得再也不敢待在房间，随即来到楼下寻求达西的帮助。可此时的达西仿佛睡着了一般，任凭安娜怎么呼喊都没有给出任何回应。女人身后的箱子突然传出了异响，安娜战战兢兢地走近查看，竟然在里面发现了自己丢失的车钥匙。安娜抓起车钥匙疯狂逃出了房子，下一秒所有灯光熄灭。安娜一刻也不愿意在此久待，驾车快速驶离了这个邪门的地方。不久后，泰德终于赶回了家中，却发现房门大开，房子里更是漆黑一片。他谨慎地提着照明灯进屋查看，却只在餐桌旁发现了木偶人的存在。坐在对面的达西早已不知去向。男人提着照明灯上了2楼，竟然在楼梯转角处发现了跪在地上的达西。 What are you doing up here? Yana's not answering her phone. Where is she? Danny frightened her off.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达西所为，目的就是为了改走毫不知情的安娜，继而专心对付杀害姐姐的泰德。原来达西通过独眼男人的一眼早就知晓了真相，的确是护工动手杀害了姐姐丹尼。不过幕后指使之人却是眼前的泰德。彼时他已爱上了漂亮年轻的安娜，可离婚的话必定会被丹尼分走大量的财产，所以才铤而走险，花费重金雇佣了护工动手。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这番对话全都被隔壁的独眼男人听得一清二楚，这才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独眼男人想要给丹尼提个醒，却因为没能解释清楚，最终导致两人相继惨死。泰德听完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直到现在他都没能想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纰漏。 I'm going to see to it that you lose. 达西虽然知道了一切的真相，但泰德大胆猜测他手里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当即就要联系负责丹尼案件的警官，让达西把自己的推断讲给对方听。达西听完后直接犯了难，他知道警官根本不会相信所谓的通灵术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达西根本无法证明泰德和护工串联杀人的事实。泰德似乎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，他谎称自己手机里没有警官的号码，随后把手机放在原地，说他现在去办公室寻找警官的号码，找到后会让警官再回拨到这个手机上，然后不给达西任何反驳的机会，马上匆匆离开了房子。达西天真的以为只要查到真相便可以将男人绳之于法，却严重低估了阴暗而狡诈的人性。半个小时以后，达西面前的手机竟然真的响了，他以为是警官给自己打来了电话，于是慌忙起身准备去接，可眼盲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前方有个大洞。原来刚才泰德故意留下手机，就是想让达西踩中陷阱从2楼摔下去。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，医院的男护工再次出现在了房子里，泰德又一次花费重金雇佣他来收拾残局。此时女人已经倒在血泊之中，奄奄一息。护工给泰德打去电话，说明了现场的情况，随即又来到达西的面前。 Don't worry, it's nearly over.
不料女人听到后竟然艰难地举起了一只手，对着空气念念有词，像极了某种咒语。护工看不懂，也就完全没有放在心上。可就在他准备下楼时，却突然发现木偶人的动作竟然有了变化。护工见状急忙下楼查看，殊不知木偶人早已来到了楼梯转角。下一秒，木偶人直接冲着男人走了过去，在达西的控制下，他如同有了生命一般，对着慌忙逃命的男人紧追不舍，眼看已经退无可退，护工竟然翻过来该直接从2楼跳了下去，还因此摔断了一条腿。此时他已如瓮中之鳖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木头人步步逼近。不料关键时刻，达西再也坚持不住，停止了呼吸，木偶人失去操控，也随即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可怜女人轻信泰德的谎言，放他离开，不仅没能报仇，还白白搭上了自己的性命。不久后，泰德再次回到了家中，他处理了达西的尸体，还烧掉了木偶人，并将重伤的护工带回了精神病院。但他并不打算放过护工，而是将男人死死地捆在床上，然后把一个食人魔病人与他关在了一起。几天后，泰德收到了一个快递，正是当初达西给他展示过的那个铃铛。他怀疑达西此举就是想让自己相信鬼神之说，从而让他的余生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。想到这里，泰德毅然决然按响了铃铛，随即连忙紧张地四下张望，好在周围一切如故，并未发生任何异常。不料就在男人暗自庆幸之时，身后竟然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个恐怖的鬼影。以上便是2024最新恐怖电影《咒物寻凶》的全部内容。